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这期我们来学习胸腔和盆腔的连接啊，然后我们要用到我们这个骷髅人了啊，放大一下。OK， 先来说胸肌啊，胸肌主要由两组肌肉组成啊，一个是表面我们画的胸大肌啊，在这个区域，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里面的这个区域的胸小肌。那么为什么要说胸小肌呢？主要是因为胸小肌它会对胸大肌的外形产生一些影响啊，所以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胸小肌从我们的肩胛骨的喙突的这个位置出发，从这儿出发，连接到我们第3根肋骨、第4根肋骨和第5根肋骨上，把它大致的外形画一下。一共有3束啊，大致上长这个样子。然后是胸大肌，胸大肌也是3束啊。胸大肌在锁骨上有1束，这里要注意呢，就是锁骨上的这1束和三角肌中间有一个缝隙啊，它们并不是长在一起的，是有一个间隙的。然后从这边连接到我们肱骨靠外侧的大结节脊上，这样有一条长的一条肌腱。它会覆盖掉我们肱二头肌上面一部分啊。然后我们的胸大肌的这3束肌肉呢，它是呈扇形连接的，也就是说我们锁骨上面这1束呢，它是连接到这个条肌腱的下面的。这中间有一个小缝隙啊，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缝隙。胸大肌第2束是在胸骨上的，中间有一个缝隙啊，一直到我们的第6节肋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肌腱会有一部分长在肋骨上。所以如果画很瘦的人呢，是会看到这里的肋骨的啊。如果是画很壮的人，在这边呢，这些附近呢会有一些肌肉的拉丝啊，因为它肌腱就是长在这个上面的。连接一下。好，这是胸大肌的第2束啊，胸骨这部分。然后是肋骨这一部分还有1束。第3束，形状大致是这样。肋骨这部分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呢？它的肌腱并不是连接在我们肋骨的骨头上的啊，而是连接在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腱膜上的啊。肋骨这部分呢还有一块很薄的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块肌肉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是腹部的肌肉，那么腹部中间有一条线啊，从胸弓这开始，顺着剑突往下，一直到耻骨联合这里，这条叫腹白线，也叫白线啊。它呢是有一个宽度的。这宽度呢因人而异，大概在1厘米到2厘米之间啊。然后呢，在这条线的中间
中间啊，大概是这个位置，画一个圆圈啊，就是我们的肚脐。然后女性的话，可能是中间偏下一点啊，但差不多都是在这么个区域里面。本质上呢，这个白线是一个腱膜结构，它是由我们腹部两侧的腹横肌、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它们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腱膜交织融汇形成的这样一条纤维线啊。然后同时呢，也把我们腹部中间的腹直肌分割成左右两块。腹直肌在胸腔上的肌腱是第5节肋骨、第6节肋骨和第7节肋骨以及剑突上面啊。然后下面在盆腔上的肌腱呢，是连接到我们这边耻骨上。然后它上面有一部分是被胸大肌给遮住了，把大概的形状画一下。这样子下来，被遮住的部分我用虚线来表示。腹直肌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腹肌啊。所谓的6块腹肌、8块腹肌呢，实际上就是被腹直肌上的腱华分割开来的肌肉。腱华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的形状和它的位置是因人而异的啊。那么我这里说一个比较笼统的，或者说比较容易记的一个概念啊。那么首先第一条，在我们肚脐的附近啊，可上可下，可以在肚脐中间有这样一条腱华。这条腱华呢，把我们的腹部分成了上腹部和下腹部。那么上腹部如果只有1条腱华的话呢，那上面就只有4块肌肉啊；如果2条的话，就是6块肌肉。我们这里画一个2条的情况，比较容易记的呢，就是在这个胸廓的结束的位置，会有一条腱华。然后在大约第8节肋骨附近，会有一条腱华。它越往上，它的这个拱形会越明显啊。然后有些人下腹部还会有一条腱华啊，这样就会有，这样就是8块腹肌嘛。这一块腹肌呢，因为会有脂肪在外面覆盖啊，所以它中间这条缝呢不会很明显，所以它不太明显这块腹肌啊。当然也是会有练到极致的人呢，把这个体脂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呢，那中间这些沟壑就会非常的明显啊。那么这个中间就会形成一个10块腹肌的情况啊。然后还有这个腱华呢，也并不一定是这样对称生长的，它也可能是这么参差生长的啊。比如说左边高，右边低一点啊，或者相反的情况也是会出现的啊。腹直肌的肌肉束呢是这样竖直的啊，那么相对应的就会有水平横向的肌肉啊，那么就是跟它同一层的腹横肌。由于是深层肌肉啊，我们不会画到，所以我就提一下。但是这边呢，下面呢会有一条线叫腹股沟韧带，是从髂前上棘到我们的耻骨这儿，有这样一条线。这两侧的肌肉呢，在下部呢有一部分会连接到这上面。在外面呢，就是腹内斜肌啊，长在这样一个区域里面，以及很大一块区域我们要画的腹外斜肌啊。腹外斜肌呢，也是从第5节肋骨开始啊，然后一直连接到第12节肋骨上。它的一个生长的趋势呢，是顺着这个胸弓开口啊，这样平行的，这样绕到后面去啊。我们画一下，先给它画一个间隔啊，在这边形成了腱膜，然后覆盖到这个中间的腹直肌的表面啊，然后中间联合形成了白线，大概的形状是这样。
这中间这个呢叫半月线啊，这个间隔叫半月线啊。然后从第5节肋骨开始，第6节肋骨，第7节肋骨，第8节肋骨，这差不多是相等的啊，差不多是相等的。啊，第9节肋骨这边就已经基本上转到侧面去了啊。然后下面呢，因为它很薄，越往下面越薄，然后会受到里面一层的腹内斜肌的影响，它就会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了，肌肉束看上去就不那么明显了。然后这边第10层、第10节就基本上已经在后面这边连接出来了啊，从后面这样连接出来，连接到这边的髂脊上面。然后这边就会形成一条线啊，你看这边从髂脊上的线呢，和这边腹股沟的线会形成了所谓的人鱼线啊。然后男性这边看上去会隆起一些啊，这个隆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里面受到里面腹内斜肌的影响啊。然后女性呢，因为盆骨比较宽啊，想象一下，如果女性的盆骨在这个位置，那么这条凹陷就不会那么的明显。对于男性来说，这里就比较明显。然后同时，外形上这边还会有一个脂肪垫啊，所以这边的隆起呢就会更突出一些。在胸腔肋骨的两侧还长着一组肌肉啊，叫前锯肌。前锯肌呢，它是从我们的肩胛骨后侧这个区域里面生长出来的，然后发散性的连接到第1节到第9节肋骨上。我这边有隐约的画了一个肩胛骨的形状，就从这里面它这样发散的生长出来。然后在正面呢，我们能看到的大概有3条，就是刚好是这边腹外斜肌形成的这样一个像牙齿形状的这个区域里面啊。然后前锯肌的在肋骨上的肌腱呢，是一个长长的三角形的形状。长的三角形的形状啊，它并不是这样，就是在这一区域里面，它并不是像顺着这个肋骨这样生长过来，它是从下面这样过来的。就它从这边，从这边，从这个差不多从这个点生长过来嘛，从这儿过来，它会这样插进去，这样插进去。过来这样插进去。实际上其实先画前锯肌呢，会比先画腹外斜肌会好画一点啊，没关系。然后前锯肌的外侧呢，就是这后面呢还有一个背阔肌，我当时是随便画的，没有考虑它的厚度。它这里边背阔肌是连接到我们肱骨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位置，这样过来，背阔肌。这样的话，基本上正面的肌肉就画完了啊。对称取消，这边擦掉。我们来画一下侧面，这边侧面的肌肉画一下。
先画前锯肌，大概它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顺着这个外轮廓，这样平行的转到后面去，从第1节到第9节，大概的外形定一下。然后连接到肩胛骨的内部，从肩胛骨内部连接出来啊，开始到这儿。里面肌腱稍微擦一擦，看上去干净一些，多余的线擦掉。前锯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复制一下，拖到这边来，在这边继续画。被骨头挡住的部分擦掉啊。好，胸大肌，胸大肌这边上面是肋骨侧有一条，一段两段，然后连接到这儿，大概这个位置，连到下面来。然后胸骨这一段也稍微有一点厚度嘛，把一个厚度画一下。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呢会相对来说平一点啊，然后下面相对来说稍微厚一点。到第6节肋骨，1、2、3、4、5、6这里。这边连上去。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肋骨侧的肌肉。这边有个三角肌啊，把三角肌也画一下。这边有个小三角，三角肌大概连接在这个位置，会稍微盖住一部分的胸大肌啊。这样3束，肩峰这有1束。
肩胛冈后面还有一束，在后面靠近这边边缘的1/3的位置，大概。胸小肌我就不画了啊，这边肌肉太多了。然后是腹直肌，从这边第5节肋骨，先把大致的一个外形画一下啊，连接到下面的耻骨上。中间的位置是肚脐，然后它表面上会有起伏啊，因为根据不同的腹肌的这个分区，它会有不一样的起伏。这下面我就不分了啊，下面就当一整块来画。然后这边第一段小起伏，然后第2段小起伏，第3段起伏，下面就是肚脐这里下去。腹直肌大致就是这样。然后腹外斜肌，先把中间的一条半月线画一下。从第5节开始，最后是连接到这个髂肌的最高的这个点，髂肌最高点上，这边看不见。然后后面稍微有一点缝隙是接背阔肌啊，背阔肌暂时先不画。把肌肉束的形状稍微画一画，这样它有一些形状。
虚线把盖住的肌肉再补充一下啊，这边连接到第5节肋骨上，然后腹直肌应该是这边，这里还有一条，这样子上来。好的，就这样吧。然后画一下背部的肌肉啊，开一个对称。这样，先讲一下肩胛骨上的肌肉，在我们这个肩胛冈的上面有一个叫冈上肌，从这儿到这儿。这个因为被覆盖住了啊，可以不用画，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在肩胛冈的下面叫冈下肌，是一块比较大的肌肉，几乎覆盖了整个肩胛冈下面的一块肩胛骨。这里是能看到的。啊，然后在这里有一条肌肉叫小圆肌，也是连从这儿到这儿。它跟这个冈下肌啊贴得很近，有时候肌肉如果不是很发达的人呢，这2块肌肉呢可以当做一块肌肉来画啊，它们离得非常近，在体表外呢也是能看到的。再往下呢是大圆肌。大圆肌呢，它的连接点呢是到前面去的，在我们的肱骨头前面，这边侧面的前面，和背阔肌的连接点离得非常近啊，但是呢是更靠近这边内侧的。大圆肌到前面去了，我们2个这边离得也是非常近的，这样子转到前面去。大圆肌呢是在我们三角肌，在我们肱三头肌的长头的下面，会被我们肱三头肌的长头盖住啊。小圆肌和冈下肌是在肱三头肌的长头的上面啊，是盖住肱三头肌的，这边是盖住的。好，暂时先把这个背阔肌的线擦掉。这边擦掉点。
肌肉的形状稍微再修改一下。小圆肌是比较小的，在体表外面呢，就大概就只能看到这么小一块啊。大圆肌画的稍微大一点。在我们肩胛骨这个扇形区域内啊，这个内部还有一组肌肉叫菱形肌，它是内部的肌肉，外面是看不到的，菱形的。还有小菱形肌和大菱形肌啊，小菱形肌是连接在颈椎第6节和第7节上，然后大菱形肌是从胸椎开始的4节，1、2、3、4节胸椎。为什么要画这个呢？是因为当我们手臂抬起的时候啊，在这个区域会看到一点点菱形肌啊，所以了解一下。接着是背阔肌，背阔肌就顺着这个大圆肌下面这样过来啊，它会盖住一部分的大圆肌的下面和肩胛骨下面的小尖尖啊，盖住一部分，然后连接到胸椎第7节的棘突上面。然后外侧呢，它会有一部分连接到第9节到第12节肋骨，然后从下面一直连接到骶骨的中间。还会有一部分顺着胸腰筋膜连接到髂脊后半段。这边两侧呢就是腹外斜肌啊，从这过来。好，盖在这些肌肉最外面的就是我们的斜方肌的下束啊，画一下。这边就画成虚线。
背阔肌的形状再调整一下，这边应该是贴着肋骨的。然后从这儿下来。实际上呢，我们背阔肌它的肌肉啊是这样子的，肌肉是长到这儿的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胸腰筋膜啊，胸腰筋膜。那么我们腰部的隆起是受什么影响呢？有一组很长的肌肉群贯穿了我们整条脊柱啊，这个肌肉群的名字呢就叫竖脊肌。那么它在上面呢被多层肌肉覆盖了啊，属于深层肌肉。到了腰部的时候呢，就只有背阔肌，然后就看上去呢就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在我们站立的时候，这边就会隆起。我就把这里的稍微画一下啊，大概的形状是这样子的。然后会覆盖掉几乎整个骶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背阔肌的时候呢，会这样把这个下面整个概括进去。把对称取消，把这边擦掉。我们来画一下侧面啊，把这个后面画一下，补完一下。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大圆肌啊，大圆肌是长在这儿的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啊。侧面补完一下。这边先画斜方肌下束，这边之前已经画了一点了，从这儿到第12节啊，然后是背阔肌。背阔肌呢，它是在这个附近啊，就是在胸大肌的这边肌腱的后面，从这里面出来，大概有一个弧度，然后连接到第9节肋骨，弧度稍微大一点。第9节肋骨这有个缝啊，连接到这个缝里面，有一小撮，连接到这个缝里面，然后再往下连接到第10节，一小撮啊，以此类推到第11，到第12，第12，然后就顺着这个胸腰筋膜啊，连接到下脊上。然后后面就是这样子到这边啊，没有在尾骨上，到骶骨上。挡住部分就不画了，挡住部分擦掉。
后上面呢，从这边连出来，盖掉下面肩胛骨下面一点点，这样啊，然后被这个斜方肌盖住了。好，然后是肩胛骨里面的肌肉，也能看到这个小圆肌啊，小圆肌是看不到，可能小圆肌可能在这里看不到，能看到冈下肌。冈下肌，然后大圆肌，下面被遮住一部分，大圆肌连接到这边，从后面连接到这个的里面。好，到这里的话，我们肌肉的部分基本上就过了一遍了啊。我回头会放一张这个图啊，然后还有没有肌肉的纯骷髅人的图，供道友修炼啊。那么肌肉的部分呢，好像只能靠死记硬背啊。目前我没有发现什么捷径啊，我是靠背出来的，就是靠硬记啊。那么就是道友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肌肉过一遍啊，把这些肌肉都过一遍，把它们都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再去画人体的，就会事半功倍啊。好，这期就先这样啊，下一期我们把这个画完。那么散修修炼不易啊，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见。